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假套套》，我是主持人石小倩。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替大家去搜寻一下板桥的在地美食。首先呢，带大家来前往已经有40多年历史的黄石市场。那么这边有一家招牌小吃店，它卖的是生炒鱿鱼。它的鱿鱼不仅爽脆，而且呢，老板非常的大方，他给的这个分量都快要满出来了。再搭配了清脆的高丽菜，还有微酸微甜的这浓稠的羹汤，实在让人无法抗拒。因此也让这间店无时无刻都是排满了人潮，而且不止如此，就连他们卖的萝卜糕、欧贝 Q 还有米肠，也都是修个短袜，便宜到不行呢。长长的人龙排，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让人大热天撑着伞也要来排队？今天你排队排什么？我排生炒鱿鱼啊。他这个店很久了，把传到自己期待了。要说人就很多，要买赶快去买。板桥的在地人都知道，修个短袜的超美味就隐身在黄石市场里面。无论是一碗多到满出来的生炒鱿鱼，还是饱满有嚼劲的糯米肠，或是分量超乎想象的萝卜糕，或者是藕龟 Q， 全都超划算。来这边吃很划算，全部点不到100块，便宜啊，味道不错啊，价钱又公道啊。虽然价格便宜，品质却一点都不马虎。选自秘鲁的生炒鱿鱼，部位可是老板精挑细选，全部都是翅膀啊，它没有那个头，这跟它希腊一样，它是比较脆。至于生炒鱿鱼的最佳配角，还得选用季节性的高山高丽菜，不止口感清甜，切起来的声音特别清脆。不过要好吃，老板的功力才是真正的诀窍。不同于一般羹汤使用黑醋，老板选择酸度比较酸的白醋做汤底，放入大把的高丽菜和一点提味的蒜酥，主角鱿鱼就可以跟着进入快炒锅，用大火淬炼，锁住鲜甜美味。现煮的就比较清脆一点啦，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你放越久，就可能就会口感就会差一点。因为我们都是现煮现卖的，所以应该会比较清脆啊，高丽菜也会清脆一点。大片的鱿鱼翻滚在酸甜的羹汤里，立刻卷起身体，加上微量的勾芡，浓郁的香味诱人垂涎。舀起满满的一碗，每一口都吃得到比手指还长的香 Q 鱿鱼。生炒鱿鱼就吃起来很脆啊，很爽口啊。夏天吃就酸酸的，还蛮爽口的，脆脆的，真的不错。高丽菜很脆，这个都炒的都是有功夫的，有时候来出3碗。别看一碗生炒鱿鱼分量十足，老板对外带的客人更是大方。一份足就是2碗的量，让人一买就是好几袋。脆很脆啊，又便宜啊，短袜个帮底啊。光是生炒鱿鱼当然不能满足饥肠辘辘的饕客，来这里用餐一定还会来上一份外皮酥脆的萝卜糕。萝卜糕好吃啊，萝卜糕就很大块又便宜啊，然后吃起来就很香啊。白白嫩嫩的萝卜糕弹性十足，大刀切下一块就厚达4公分，让人可以大饱口福。经过热油包覆，穿上金黄外衣，外酥内软，口感丰富。我最喜欢吃它的萝卜糕，因为它炸起来那个酥酥脆脆很好吃，口感就很绵密啊，很 Q 这样子。同样高人气的还有藕龟 Q， 经过油炸封住芋头的香气，一口吃下超级过瘾。我看看你 Q 啊，它是非常的 Q， 而且不粘牙。吃得到芋头？芋头一吃到的芋头啊，芋头很大块哦。如果还有肚子，不妨再来一盘招牌糯米肠，沾一点蒜头酱油，风味绝佳。糯米肠它是很饱满，而且不油腻，很好吃。想避开人潮，还得听听常客的建议，挑对时间来，才不会人挤人哦。上班的时间那边比较多，现在的人就比较少一点。就像我现在这个时间，9点到10点这个时候了。到等一下人又多一起来。板桥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店，坚持以量制价，提供平价美食。不过却因为由于产量递减，让30年老店一度关门休息。很可惜，我们来寻看看有没有它已经开了没啊？客人都在吃鱿鱼，都吃习惯了嘛哈，他都每次好像都怪怪的，对，大家都一直来说要再找货，所以我们现在改卖都秘鲁的。重整旗鼓后的生炒鱿鱼人气依旧红不让，让吃习惯的板桥人终于可以解馋。现在看他们开
有觉得？对啊，开了又可以吃，真的太好了。如果想要品尝板桥的道地小吃，这一次可别再错过机会喽！来板桥就是要吃生炒鱿鱼，赞！在板桥黄石市场里面著名的小吃还真是不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家馄饨面，它一样是人气高到不行。用黑猪肉包成的水滴状馄饨不仅咸香入味，就连这个面条用的都是高级的面粉，特别制作。还有用14种中药材卤出来的这个卤菜系列，更是到这边来的必点菜单。而且现在老店也因应潮流推出了宅配的服务，难怪卖了半个世纪依然屹立不摇。来到板桥的黄石市场，如果不知道要吃什么，找人最多的地方就对了。从早上卖到中午，人潮从未间断，为的就是这一碗皮薄馅儿多、滋味好的美味馄饨。我嘛吃50年啊，阮的囡仔细汉都来吃。吃到伊拢也8分遐囡仔。如果你来板桥的话，一定要来这一家曹家的那个馄饨面吃一次，馄饨面真的很好吃。热卖50年的馄饨老店，功力当然不是盖的，光是馄饨的灵魂内馅肉都要精选上好的本地黑毛猪。因为本地黑毛猪的话，它是吃那种人类的厨余啊，它并不是吃那种饲料，而且它没有那个打生长激素，所以它虽然说长得比较慢但是它的肉质会比较肥美鲜甜。不止如此，要做成内馅的黑毛猪，还得维持1:2的肥瘦黄金比例，送入绞肉机来来回回搅上2次，才会有绵密细致的馄饨馅儿。接着加入绿色的调味料，这是老板不能说的商业秘密啦。因为我们这个是2种植物所以有那个天然的食材，所以我们一般吃我们的馄饨肉的话会越吃越健康。调好了味道，只见老板仿佛洗衣服一般，用力的拌匀肉馅，就可以等着穿上特制的外衣。像我们的馄饨皮挑的也是那种就是久煮就是不易烂这样的，而且它的特色就是它即使馄饨它冰过隔天之后，那个皮你在煮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好像它就失去了弹性，所以它的 Q 度都还在。挖1匙内馅放在馄饨皮的正中央，用虎口稍微缩紧，这样包馄饨的方法里头可是有大学问呢。像我们馄饨的包法也是像那种水滴型的包法捏的时候也不能捏得太紧所以它那个煮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汤汁会像小红包一样，汤汁都会锁在里面，所以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整个鲜肉那种鲜甜的汤汁就流出来。要有小笼包的口感，馄饨的汤头当然也不能马虎，这一点老板娘可是非常讲究哦。骨头汤就是那个黑毛猪大骨头汤它那个猪大只骨头甜分比较高，比较甜。老板娘要求完美，就连提味的韭菜也要挑选英哥本地直送的新鲜货。翠绿的韭菜不止又脆又香，更为馄饨汤的美味大加分。用鲜甜的汤头煮出来的馄饨特别的香醇可口，晶莹剔透的外皮包裹超 juicy 的扎实肉馅，咕溜一口吃进去，汤汁满溢在嘴里，超级幸福的啦！我觉得它馄饨皮很薄，然后那个肉很香，很入味，我觉得很好吃这样。然后汤头也很好，很浓我就觉得很浓很香这样，然后有一点点猪油的味道，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很古早味。就是馅很好吃很香很好吃它都用黑猪肉比较好吃老板娘来一碗馄蛋。可别以为客人吃到要骂人啦，在满满的馄饨汤里加1颗半生的蛋黄，就是好吃又好记的馄饨汤。而且要煮到刚刚好锁住蛋汁，这可是要靠老板娘炉火纯青的深厚功力呢。真好吃对，主要重点是好吃呢，吃就想要搁吃了。除了馄饨好吃，老店的面条也是出了名的 Q 劲十足哦。面粉是顶级的，做的时候就是要多一道功夫啦，特别加强，所以面比较 Q，没有掺防腐剂。配上用14种中药材卤出来的猪头皮，深咖啡的色泽，吃得到卤汁的香气，口感弹牙有嚼劲，它可是客人最喜爱的人气小菜呢。卤菜猪头皮嘛出名，
卤猪头皮，伊卤菜哦，伊这外省人卤菜介厚，伊味好啊，Q 入味拢有，啊 Q 多啊，食拄好，所以唔才会生意好啊呢。小小的面店虽然隐身在市场，好吃的馄饨却藏不住人气，让店家甚至获得6大市场名摊的殊荣。我觉得我们做法其实食材新鲜啊，东西自然就好吃。你看像那种意大利的那种意大利式那种料理，他们也不会说加很多那种食材的添加剂什么，他们没有。其实简单就是美味。为了能招呼更广大的顾客，老店现在也有宅配的服务喽。而且年轻的第2代老板还有开店的计划，让美味的馄饨可以继续温暖每个人的胃。欢迎回到台湾讲号节目现场。那如果你想要大吃生鱼片，却担心荷包失血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一间店观众们可能就要注意喽，因为它是位在板桥的日本料理店，而且呢是采用吃到饱的价格，不论是握寿司、生鱼片，还是日式炸物、烤物，全部都可以无限的续点，超多道的美味料理，而且他们的食材可是一点都不马虎。所以来到这边呢，可以说是真的是修个短袜，可以享受到高品质的美味哦。握寿司炸物、生鱼片、烤物，通通让你吃到饱。新鲜粉嫩的生鱼片，金黄酥脆的炸物，扎实手感的握寿司，微焦飘香的烤物，无论是煮的、烤的、炸的、炒的，数十道日本料理全部无限量供应，不怕你来吃，就怕你吃不饱。吃得很过瘾，因为这边很便宜啊，然后又可以吃到饱。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就这一整桌这么多菜，然后不到500块。虽然店里采用吃到饱的消费模式，师傅却非常讲究每一样食材。每天一大早，新鲜的鱼货运送进来，就开始了师傅忙碌的一天。切去头部，剖开鱼身，去掉内脏和碎肉，拔除鱼刺。鲑鱼、红干、海鲢多种新鲜的鱼货，通通现切处理。师傅刀法利落，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片下各样厚度适中的生鱼片。以我吃过的那个生鱼片来讲的话，这件是蛮新鲜的，不会说好像是太老，不会，这是很新鲜，口感不错。老板自己直接从那个渔场直接批货进来，所以我们的生鱼片甚至比单点的店还要新鲜。对，我们的食材隔天我们就不用了。晶莹透亮的旗鱼，脆爽顺口的红干，艳丽诱人的鲑鱼，爽脆带点油脂的海鲢，还有口感特殊的黄金，多种生鱼片乖巧的排站，个个透着粉嫩的娇艳色泽，诱惑着你来享用。就是它的那个外表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它脂肪就是分布的很均匀，然后吃起来就是入口即化，很新鲜，就觉得很像在海港吃一样。品尝生鱼片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忘记它的好伙伴，每一颗都新鲜饱满、透着光泽的握寿司，肉质细致又顺口，一口就能吃进满满的幸福滋味，是超乎我意料的。对，因为它就是很大片，像那个握寿司那个里面的那个口感吃起来是蛮扎实的，像这里面的内容都感觉吃起来很丰富。师傅忙碌的双手没有间断，不停地现捏现握，为客人们做出颗颗令人垂涎欲滴的握寿司。就是你可以看到师傅亲手在那边做除了美味之外，还蛮安心的，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过程。捏不能超过几秒，那个才不会被这个我们手上的热度给污染掉了，那吃起来就口感不一样了。对，师傅的动作要很快。吃完了生鱼片和握寿司，要品尝道地的日本料理，怎么能忘记这2样呢？我们有很多种选择的炸物，还有超多种烤物哦。撒上面花，师傅熟练地将新鲜草虾再均匀裹上一层干爽的炸面花，用大火将鲜虾的甜味逼出来，捞起锅来就是一道金黄酥脆的人气日式炸虾，搭上干贝酥和山药卷多种炸物，多重的口感和享受一次拥有。我觉得外面表皮炸得非常的酥，非常的脆，非常的好吃，然后里面的虾子也非常的鲜甜，不会太油腻。这个炸起来那个口感吃起来脆脆香香的。各
各式各样的鲜鱼在烤架排列整齐，无论是盐烤入味的鱼下巴，用味增和柠檬独家腌制的味增鱼，还是鲜嫩的香鱼、柳叶鱼，都用高温烘烤锁住鱼肉的天然甘甜，等待表皮呈现金黄微焦，不停地滴下鲜甜的肉汁，香喷多汁的日式烤物就能上桌啦。我觉得它外面就是焦焦酥酥脆脆的，然后里面的鱼肉是很细致，然后有一点味增的味道。鱼肉是真的很细腻呢，吃起来不错，表皮就不会太焦，还蛮不错的。就连多种口味的清爽手卷也是不能忽略的轻食美味呢。那鱼卵，它每一颗就是非常的新鲜，非常好吃，然后外面的那个海苔非常的脆，就是整体的搭配是非常的好的。吃了超多道的日本料理，还有清淡鲜甜的汤头，让你去油解腻。师傅当天现宰的新鲜鱼货，切下了鱼头，立即变身鲜味十足的现煮火锅。但是它的鱼就很大块，然后又很新鲜。因为我们就吃很多生鱼片啊，有很多炸物，然后刚好喝汤的话，就会觉得就是比较嘴巴会比较舒服一点。为了要提供饕客们更顶级的细致享受，店里还有多种高级单点的日本料理，像这一道主厨的私房菜梅子炸虾，采用了日本特制的烧梅酱调佐入味。除了品尝到虾肉的原味，还飘着一股淡淡的酥炸香。这道料理基本上是非常精致的，然后我吃进去的感觉是非常多层次的，非常酷。这里的日式料理实在是多到介绍不完，不但食材新鲜讲究，就连甜点饮料也是无限量供应，真的是修骨短袜。有机会欢迎你也来试看看，自己能挑战完几道哦。开动！台湾讲到节目现场，那么到板桥买名产啊，其实在地人啊都会告诉你这一家100年的饼店，它的白豆沙饼啊都是用成本比较高的这黑猪油和细砂糖下去炒的，才会有绵密浓郁的口感。而且呢，店家是坚持啊要手工制作，让面皮经过4道手续的赶压，所以啊它烤出来的这饼皮啊层次是非常的分明，仿佛啊就像千层酥一样呢。满满的一盘冰淇淋，口感绵密、圆润细滑，挖上一匙，怎么都不会融化。油那个做油的，那做绵的掉，这是豆沙，好像冰淇淋做这样。什么？原来这一球球乍看之下像香草冰淇淋的，就是板桥最有名的伴手礼白豆沙。板桥的名产是豆沙饼，来这买就对啊。我大部分拢差不多2、3天来买一个来吃啊。板桥名产就是豆沙饼，要吃豆沙饼。点心的话，咬一口，喝一杯茶 ，OK， 站着了。起源于板桥的白豆沙饼，坚持道道手工，在竞争激烈的起饼街上屹立了100年之久，甚至过年过节都要大排长龙才买得到呢。大边过年哦，大边中秋啊，拢爱排队啊，排足长啊，排3点钟久才买得到，才足辛苦的。招牌的白豆沙饼，店家坚持选用香气浓郁的黑猪油，加入白凤豆沙，充分的拌炒，完全不加人工香料防腐剂。等待时机成熟，就可以放入成本比较高的细砂糖。糖我用细砂，细砂较品质嘛较好，较油啊较清甜。豆沙要炒到入口即化的绵密程度，还得依赖老板不离不弃，守候锅边，注意放砂糖的时间。豆沙本来淡的，你看我放这个叉好大，把那个水分把它蒸发掉那样，它蒸发掉以后再放细砂糖。铲起豆沙，挖成圆滚滚的球状内馅儿，另一头的饼皮则是要混合高低筋面粉，这可是饼皮酥脆的关键呢。因为低筋较软身，啊高筋较 Q 身，啊你就种安尼比例安尼，啊再回再好食，较酥。
加入黑猪油，师傅用双手温柔搅拌，老板娘坚持手工揉面才能做出饼皮的 Q 度。和好的饼皮捏成等分量，包入油酥。接下来步骤可就是酥皮层次分明的绝招大公开喽！卷起来再一次，这样子2次就会啊那一层一层。不止如此，卷成瓜牛形状的饼皮还得直的方向擀1次，横的再来1次，才能放在手中顺时针转动，包入雪白的豆沙馅儿，送入烤箱，经过200度高温洗礼，翻面再烤。终于飘香出炉，经过4道手续擀出的千层酥皮，就像一张张的书页，层次分明，内馅儿豆沙香浓顺口，有多美味，看客人满足的表情就可以知道。豆沙饼入口即化哈，那个皮酥酥的，很好吃，甜度也刚好。饼好吃，豆沙饼吃起来松，很好吃。同样的饼皮，内馅儿换上咸香的卤肉，就成了招牌的卤肉酥。卤肉丝是用尬心吧，上等的尬心吧，然后下去跟酱油跟水下去煮。卤好的卤肉以油酥葱和糖等调味料搅拌入味，最后加入糯米粉，挖成圆球，就可以与饼皮相见欢。加糯米粉哦，肉才能成一个状，对哦，较 Q， 啊，那肉再夹做堆。对哦，它吃起来还好吃。以相同的节奏和步骤包入卤肉，压上香菜作为区隔。经过烘烤，酥香的饼皮搭配，让人吃了也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吃得不腻啊！我常常吃啊，卤肉是很出名的，它肉面有一角一角的，方块的。它的卤肉是不油腻啊，里面那个肉都怎么讲，很软 ，QQ 的。那饼好吃就是料实在，皮。酥，伊的肉也上好食，食起来甜甜咸咸，啊个迄肉剥起来有迄个口感。老店同样热卖的还有中秋佳节绝对不能少的蛋黄酥，多层次的香酥饼皮里头藏着一颗黄澄澄的咸蛋黄，仿佛落日的夕阳，加上松软绵密的红豆馅儿，就是美味口感3部曲。吃起来咸咸甜甜，里面有加蛋，好好吃。蛋黄酥很酥，红豆馅很绵密。100年老店的好滋味是由老板娘一家人合作无间，纯手工制造，不仅美味，更多了一份温馨的感觉。家己的亲戚做起来较有向心力，啊，做起来物件品质较好，有梅菜啦，啊，姐姐啦，孙仔啦，媳妇啦。啊，我呢帮隔壁的亲戚呢，都是自己的亲戚的，外口人来做哦，咱较袂放心啦。想一尝最传统道地的台式糕点吗？现在不用特地到板桥，只要一通电话，也能帮您宅配送到家哦。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板桥的美食，是不是让你很心动呢？有空的时候不妨来尝尝吧。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们今天介绍的店家资讯以及更详细的内容的话，欢迎您上爱尔达官网搜寻台湾假套套，或者是加入台湾假套粉丝团，和我们一同来分享美味佳肴。我是石小倩，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